韩国拳王狗眼看人低，不达正眼瞅人。出场时连唱带跳，就差把嚣张2个大字写在脸上。全场的韩国观众都兴奋不已，激动鼓掌。韩国主持人更是亲自替他吹牛。好好请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然而被他们瞧不起的中国年轻小伙，内心当中早已计划好如何争回这口气。乱拳打的韩国拳王金世基头破血流，甚至被揍瞎了眼睛。这一幕看得韩国观众一脸蒙圈，根本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嚣张的韩国拳王就是金世基。老的拳迷粉丝啊，对他绝对是不陌生了，因为这个家伙已经不是第一次瞧不起我们中国选手。他曾经瞧不起我们中国的不败王者死神方便，结果差一点就被打进了棺材里。结果这个家伙呢，记时不记打，还是瞧不起我们中国选手。我们注意看，这个家伙在面对我们中国选手的时候啊，甚至不愿意睁开他的狗眼，不拿正眼瞅人。而这一次，观众朋友们，我只能说呀，他又一次惹错了人。我们注意看，眼前正在出场的小伙子，来自我们中国的张扬。他被全民粉丝称为少林小子，因为张扬在9岁的时候啊，便进入到少林寺塔沟武校来学习中国传统武术啊，少林拳。那到现如今，他已经练习了长达10多年的时间。这一次，22岁的张扬啊，也是孤身一人来到了韩国首尔，就是来挑战金世基。好，闲话少说，双方比赛正式开打。很好辨认啊，蓝色短裤是张扬，而白色裤衩来自韩国的金世基。金世基在韩国的知名度啊是相当之高的，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甚至有韩国人把他比喻为我们中国的成龙。我只能说，这帮韩国小棒子啊，就是喜欢的往自己脸上贴金。可以看到，如今是39岁的金世基啊，他的状态依旧还是很生猛。但张扬的防守相当不错，非常的紧实。好，接腿涮摔，这是我们中国选手呢比较常用的一个技术啊，一般外国人还真不会。我们仔细看张扬的脸啊，已经有些被打红了。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今天是客场作战，所以说呢，刚开始啊有点不太适应。好，顶膝，刚刚这一下很犀利啊，有顶到。很有意思啊，张扬是一个反架选手。他的右手在前，左手在后，也就是说，他的左手拳更重。整灯，今天金世基这是打了鸡血吗？哈哈，攻势很凶啊。其实金世基呢，他的确是一个战绩非常豪华且 KO 率相当之高的选手。说是韩国第一人，哎呦，说是韩国第一人也不为过。的确是第一人啊，第一个躺下的人。软了，这已经软了。我们看他走路都有点不太稳。一次读秒送给金世基。我们的少林小子张扬，他的拳法的确是够硬啊。这就是少林拳法啊。至刚至猛，我看样子张扬应该是要压上来，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连续左右开弓，金世基只能防守，也要小心啊，对方也得打反击。松飞机，我们看金世基呢，已经是没有什么还手的余地了。哦呦，脖子软了，幸亏比赛结束第一回合，铃声救了金世基一条小命。你跳舞啊，你怎么不跳舞了？你怎么不唱歌？你怎么不嘚瑟了？这就是瞧不起我们中国选手的下场。
当年他就是这样瞧不起死神方便啊，结果被方便在第3个回合呀，差一点打进关赛。当时全场的韩国观众都懵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引以为傲的国宝级拳王啊，被揍得这么惨。我们看张扬这个小伙子啊，有一股冲劲儿，在所有人都瞧不起他的时候啊，他也没有做出太多的回应，因为他知道和这帮井底之蛙去这个争论呐，也没什么意义。现场的韩国举牌的女郎啊，这个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来韩国参加比赛啊，也可以一饱眼福啊。好，休息完毕，比赛继续。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蓝方选手，蓝色短裤的张扬，在第2回合表现如何？哎，倒了！哇，倒地瞬间还给了一个顶膝啊！我们看金世基现在是跪在了地板上，发生了什么？他在捂着眼睛，看起来很痛苦。哦，这个应该是眼睛被打伤了啊！哎呦，睁不开了，本来这个眼睛就不大，经过这一脚，这还能打吗？哦，张扬这脚踢得够准啊，豆丁大小的眼睛能踢到。哦，仔细看的话，应该是踢开了一个口。现场的工作人员拿起了手电筒，要检查一下他的瞳孔啊有没有涣散啊，还能不能继续？好，没问题，比赛继续。好，双飞膝。计时机只能抱头防守，计时机只能抱头防守。比赛结束，我觉得这应该结束了，因为计时机这个状态呢，你看已经是完全不想起来了啊，不想打了。好，非常精彩。我们中国小将张扬在韩国首尔客场作战，拿下了韩国战神金世基。这就和当年死神方面拿下金世基一样的啊，先是被瞧不起、被挑衅啊，结果呢，我们呢狠狠的出一口恶气。恭喜张扬！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退役多年的死神方便竟然重返擂台，不料刚一上场就险些被黑人拳王重拳 KO。台下老外看到这一幕，都纷纷站起来嘲讽方便。方便的56连胜险些被终结，结果下一秒站起来的死神方便眼神突变，和对手玩命拼拳，誓死捍卫不败战绩。打中国的死神方便，你有几成把握？哎，那个垃圾玩意儿，我3拳就能打死他。他的连胜完全就是中国人花钱包装出来的。他在我的眼里连一个3流选手都算不上。我会亲手打废他，让全世界看一看中国人是多么的可笑。好，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黑人选手，便是来自于法国的明星级拳王塞德里克·杜姆贝。好，这名选手可谓是身经百战，这次不远万里的话，也是来到中国挑战死神方便。但此时的死神方便已经退役多年，早已不再打比赛了。但塞德里克在媒体面前多次嘲讽方便，说方便的连胜都是假的都是我们中国人花钞票包装出来的。最过分的是，他竟然还拿死神方便和武僧一龙做起了比较。他说方便和武僧一龙都是假把式，都是冒牌货，都是不经打的垃圾玩意儿。这一番触底线的言论彻底惹恼了方便。你可以说方便实力不行，你可以质疑方便，但是你绝不可以说方便与虫为伍。方便是实力悍将，而一龙呢，他是网红这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方便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一口恶气，因此决定重出江湖，誓死捍卫自己的荣誉。好，注意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死神方便，蓝方选手便是塞德里克·杜姆贝。方便此时的战绩是46战全胜一个不败战绩。而塞德里克·杜姆贝也不简单他是48战45胜，基本上也没输过。但当然，他的48战这是职业战绩其中还有很多他业余比赛包括街头斗殴，已经超过上百场比赛。也实际上都是很兴奋的，他们希望能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踩在前辈的肩膀上，让自己更加有所成就。
是，对手越强啊，其实对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个考验。当然，这也像是一针强心剂。很多所有的非运动员都是这样，遇强则强啊，这样的话能激起他的比赛的欲望。作为死神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了他从一个职业的运动员，一个顶尖的拳手，现在身份变得多元化了。是的，他变成了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位老板，一位教练。在这么多重身份的同样的在身份的混杂中呢，方面是如何摆平这样的关系？对方是做了一个狙击。对于方面的状态会不会因为这样多元化的身份而下降？我们也再看一下他擂台的表现。相信了解方面的观众朋友们都很清楚，方面的成名之战就 KO 了加拿大拳王西蒙马库斯。然而今天方面的对手这个杜姆贝，他的实力是远超马库斯的。所以说比赛开始，方面这边很谨慎啊，把距离拉得很远，利用灵活的步伐和杜姆贝打起了拉锯战。训练的节奏也慢慢的有了起色。对，除了散打化的自由搏击之外，他在 MMA 这一块在绝拳都布局了。然后最重要是他已经公司准备挂牌上市，所以以后叫他财神啊，不是死神啊。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对方还是打得比较稳健，对，出技术出的也不多，是，而且可能也是碍于方面当年的一个前后手，还有一个迎击，前后手直接连死马库斯以后呢，很少有选手现在给方面上来就会打对拼了，漂亮，低位的摇臂，前手的平勾，后腿的扫踢。而且啊，方便善于做事先的针对性训练，没错，他会找这个靶子来模仿他的对手来喂招。相对于其他的我们的散打出身的选手呢，方便的移动能力以及自己的一击必杀的能力是在这个同行里面还是属于佼佼者。那他知道他的拳法连续性不够是他的短板，没错。哎，方便小心啊，一个迎击被抓到。方便在。这场比赛两人的作战风格完全是截然相反，此人方面沉着冷静，他还在适应比赛。然而这个杜姆贝则是来势汹汹，他一心只想要 KO 方面来证明自己。但方面毕竟是老江湖了，所以说面对对方来势汹汹的进攻啊，丝毫不慌，丝毫不乱。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虽然说这个杜姆贝啊像一只出笼的猛虎，来势汹汹，但方面强有力的反击也充满了威胁。这两个人的终结能力都很强，都很高，所以说胜负就在一瞬之间。第二回合的比赛啊，从这第一回合的最后1分钟看，这场比赛看来是很难善终啊。是，双方都是奔着把对方直接击倒或者撂平在这个擂台上为主要目的的。你说，其实这样的比赛，这双方都憋着一口气儿啊。我们看谁能先发制人。只能一次7敌。那刚才就说方便了，他要借着这一次的比赛证明散打是一个主流的格斗技，不会比其他的国家的派别来的差。没错，这也方便。哇，刚刚这一下是非常的危险，方便就差一点点就被打倒了，就差一点被读秒。但好在死人方面这边的起身速度比较快，所以说没有吃到裁判的读秒。好，裁判警告杜姆贝，你不可以打后脑。对方这个假模假样的还举起了弓啊，来向方便道歉。要知道赛前这个杜姆贝可以说是非常的猖獗啊，他说方便的46战全胜全部都是花钱包装出来的，都是假赛，都是假的。而且最过分的是，他还说方便和武僧一龙是一路货色，那这对于方便来讲，完全就是奇耻大辱啊！方面在避其锋芒啊，找着机会。好，这个对方被拳了，在攻击。方面在追击对方，方便头连续中了3拳，方面还了1拳。目前方便的防御啊，有点被打穿了，要小心。对方的报价报的比方面要严一些，方面呢还主要是以这个前手在前面刺着，来控制距离，不想让对方打进来。方便这个头部的摇闪也要注意一下，要注意一下。
从现在这个场上的状态看，我们看这个杜姆贝的发挥还是不错的。的确，在第2回合，杜姆贝的优势还是慢慢的建立了。方便可能不能再拼拳了，是方便的找机会。如果让二老师给方便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方便上头啊！如果是我的话啊，这个时候我认为应该避其锋芒。方便毕竟有优于对方的移动能力。对方这个打后脑打得非常的明显，而且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黑人选手杜姆贝竟然如此的无耻。他迟迟打不开局面，竟然来攻击死神方面的后脑。要知道比赛当中呢，打击后脑这是最可耻啊，最严重的违规了。因为一不小心有可能会打出命案。双方拼拳，死神方面完全不落下风。这下的话是重心失衡，自己把自己击倒了，完全没问题。不算读秒，划算，打的有点不冷静了。对，方便这时候实际上避其锋芒，让对方的整个的这一回合的气势压下去以后，再从第2回合再找回来，我认为是一个更加稳妥和安全的办法。好，双方第2回合比赛结束，方面拒绝和杜姆贝碰拳，完全没问题，因为对方的手段和打法太过于卑鄙啊，是一个为了赢不择手段的家伙。在第2回合的时候，他已经连续2次击打方便的后脑啊，这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呀，判他输都是应该的。打击后脑如果打准了，一拳就可以把人打死。在此之前的所有拳击擂台打死人的事件啊，基本上都是打后脑造成的。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也就是最后一场对局了。看一下方便的表现。这头啊，都过了头。那在上回合当中，应该说稍稍的有一些劣势，一定要小心，对方在找机会了。最后这个很重要了。对方在找机会了，我们看对方的眼神已经没事，不是强毒，你自己跑到中立角就耍宝，半个拳头来耍宝，还以为躲到那边了，裁判就会强毒。应该说杜姆贝的这个整个的表现欲还是非常强的。看到这个胸部上心的2位教头啊，给方便说你又中了一拳。对，刚才你打出后手拳以后，一定要记着做一个摇闪，说一定要放松，你不要着急。方便这个时候心态有一些这个有点着急，手都不拿高啊。其实没有必要，方便目前还是有。后面还有机会，方便如果出高腿的话，对方应该是在抓这个机会，在等。而且方便出的是侧踹啊，他不是出边腿，出边腿效果好，后摆，好漂亮，出击。第3回合的死神方面终于开始放手一搏，向杜姆贝发起猛攻了。在前2个回合方面打得过于保守啊，这一回合如果再保守的话，那本场比赛有可能会输了。好，你看，对方在把方面顶倒之后啊，还站在方面的面前挑衅我们。虽然说本场比赛看起来的确是杜姆贝这一边啊打得更凶，打得更猛，但分数上，观众朋友们，我敢负责任的告诉你，方面绝对不落后于对手。因为方面有着多年的散打经验，而且体制内的散打打分啊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说方便打分非常厉害。实在有点太方便担心了。下比这个上，拿下，拿下来。对，前两下边两。我相信啊，依然采取的是非常习惯的这个套路啊。车踹前后手的转控制，方面现在整个战术变为控制了，我们看已经不再打进去跟对方硬拼了。但是动作太大了，他的腿法动作太大，没有隐蔽性。其实方便这几波的攻击啊，他都不算有效的攻击。时间在慢慢的推移，我们看看双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战术的变化。看杜姆贝整个的拳法技术呢，还是以这种抡摆为主。对，实际上如果作为心态平衡的方面来说，应该对防御这样的腿法不是那么的难，这样的拳法不是那么的难。是的，但是现在方面在心理失衡，而且主动求战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没办法控制了，在心态上、情绪上会有一些影响和变化。而其实刚才说了，杜姆贝他这个整个看一下，你来看看结果。平局，加赛一局。这样出。这场比赛的结果有点超乎我们的意料，没有想到竟然是加赛一局。
一般来讲，如果第4回合是决胜局，那么前3个回合的表现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那接下来裁判需要看的就是这最后1个回合的表现。所以说，接下来2名选手肯定会毫无保留、倾尽所有，玩命的打，玩命的拼啊！因为这是最关键的1个回合了。背的摇臂直接钻进来了，但是方便被撞到头啊！补位高扫，这高扫是透过拳套打中，打到自己。双方对拼拳，方便直接前手刺拳拿臂往外一顶，看来方便就是要打距离了。是，而且这第4回合靠到对方身上了。把整个前冲都冲过去，这样会很危险。方便现在还是在打游移。我们非常希望方便，我觉得方便3回合打完，整个的情绪也冷静下来了。对，所以这一回合应该说呢有所调整，而且呢非常重要。而且方便做了很多后摆踢啊，就是后摆踢没有配合假动作的话，是基本上踢不到。特别是在对方如果不前冲防备的时候，决胜局就是决胜局，这下把方便和杜姆贝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招式啊，全部逼了出来。现在的战况很激烈，但方便呢，毕竟是我们的不败王者，他还是很沉着冷静啊，没有盲目的去进攻对手。反倒是这个杜姆贝，因为前3个回合打得太猛啊，第4回合他有点泄劲儿了。现在的他有点没劲儿了，打轮胎要打出来的，所以呢拳呢是很重的。相对来说，对方的拳没有方便的拳突发速度快，那这样方便可以一拳一拳累积自己的优势，也是一个不错的战术。是的，而且现在看杜姆贝，其实整个前几回合打的看起来好像这个比较有效果，但是其实真正的准确率还是比较差一些的。从这回合来讲，看方便应该一拳是一拳，一下是一下。目前的希望是跟方便打乱战，对，打白刃战。方便现在是朋友给他这个机会，我们方便好像打的也是这个主意啊。方便一直在保持着移动，对的，移动，不断突袭，不断移动。好，对。法国选手很懂得打心理战啊，跟裁判打心理战。是，一直在跟裁判在卖萌啊。对，没事就跑到这拐角那边耍个宝啊。这个方便啊，好险啊！刚才方便低头的时候，对方用了一个下抛拳啊，这个是照着后脑勺过来的，把对方上高。方便用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武术里边的这个小扣腿啊，对，往后面一点，然后再一靠，10秒。时间快到了，方便了，方便有没有机会？再来一下，方便。对啊，你不要让气氛踩到。我们3位都沉浸在这场比赛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的沉思。好，双方这一场加时赛的大战终于结束，终于打完啊！最终的结果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因为第4回合加时赛方便的表现明显是更好，但是还是要看一下最终裁判的判罚。好，没有问题，恭喜死神方便，非常精彩。日本拳王左拥右抱，搂着日本艺伎，挥舞日本国旗，嚣张出场，嘚瑟的神情，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度假的。结果惨被中国百姓英雄王洪祥乱腿当场踢废，实在解气。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中日对局。我们看，随着不吉利的国旗随风飘扬，日本选手装神弄鬼，而且是左拥右抱，搂着2个艺伎，嚣张出场。而且我们看他一脸嚣张的神情，感觉他呀根本不是来打拳的，也不是来打比赛的，更像是来度假的。好，还跟现场的观众做起了互动啊，没有错，他就是来自于日本的空手道冠军马场申孝。好，这个家伙也是大摇大摆的，带着2个艺伎来中国踢馆，这真是头一回。那这一次面对日本选手的嚣张踢馆，我们中国的百姓英雄王洪祥霸气出山。那相较于上一个搂着艺伎出场，搂着美女出场，而我们的王洪祥选择了4个保镖，都是戴着非常酷的墨镜啊，这看起来的确是非常的有气势。我觉得一会儿双方选手打完之后啊，可以考虑让两边的这个随同出场的人打一场啊，让4个保镖和2个艺伎打一打，看看这个谁胜谁负。
好，本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赛前这个马场生肖也是很猖獗啊，他在日本不仅是个空手道冠军啊，而且是非常的有钱。不要说2个艺伎了，就算是200个艺伎啊，也拿得出来。所以说赛前他也是狂言说，今天如果打不赢王洪祥，就把2个艺伎送给王洪祥。好，观众朋友废话少说，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看一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王洪祥，开局出了一个侧踹啊，这是他标准的一个散打招式。而蓝色拳套的蓝方选手黑色裤衩便是日本的空手道冠军马场神孝。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在我们中国，这是一场中日对抗大赛。因为对方身材比较高嘛，我先用踹腿控下距离，先看看对手擅长什么，然后我再进攻。又是一个侧踹，王洪祥比赛开始还是非常的谨慎，转身摆腿速度是慢了一点。我相信屏幕前如果有老的拳迷粉丝啊，那您对王洪祥肯定是不陌生了。他也是一个草根级别的这么一个拳王。而且王洪祥呢，就好像是影视界的王宝强，都属于最底层混出来的。好漂亮！哎呦，哦，漂亮！这一拳把这个马场神孝打翻了。我们看，这是一个后手的迎击。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一击这种东西啊，还是少接触，少触碰。这个日本选手虚的不像样子啊，一拳就倒。好漂亮，又是结实的一个大摆拳，第2次啊，这是第2次击倒了。这个日本选手看起来很虚啊。赛前还没开打之前，我还以为这个空手道冠军啊，多么的厉害，但是没有想到就这点本事。马场神孝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马上现在缓过来了。王洪祥的防守很严密。通过这一段的调整，现在马场神孝已经逐渐的苏醒过来。这时候王洪祥不要大意，因为对方非常擅长拳，他不跟你拼腿的情况下，控制下距离，再找机会，不要急。别看王洪祥的拳速不是很快，但是拳法的力道啊还是很足。而且对方的这个马场神孝啊，他好像才不到30岁，但是我们看他的发型，这个头发都已经快秃了。那这个年纪啊，这种发型和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啊，和他这个纵欲过度啊，的确是有关系。据说他在日本啊，还养了100多个这种艺伎，没有错，因为他的他的父亲啊，就是开这种艺伎馆的。日本的这个艺伎啊，很有特点，他们呢多才多艺啊，会唱歌，会跳舞啊，还会陪你玩游戏。没有错，这是一个接腿的半摔。那比赛到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对方的这个空手道冠军啊，几乎是没有什么还手的余地。我们几乎是看不到他出招，全程在被暴打。漂亮，转身边拳，但是王洪祥呢依旧是不敢懈怠啊，双手呢举得非常的高，对防守上还是很小心的。王洪祥还在采取一个游走的战术，我觉得这个时候王洪祥完全可以打上去啊，可以主动一点。但是王洪祥本身啊，他是比较擅长打这种游击战的啊。
这是一种王洪祥独特的啊以退为进的一个战术。那用最早期的这个游击战的战术来说啊，就是敌进我退啊，敌跑我追。又是一个漂亮的带摔。王洪祥最牛的一场比赛啊，是把这个日本选手中村大佐啊摔了60多次啊，据说那场比赛把这个日本选手的尾巴骨给摔烂了。这场比赛相对来讲是少一些了，但是也不少啊，这都已经是第5次了。这时候比赛已经来到第3个回合了，我们看王洪祥在这最后的一个回合啊，能否产生 KO， 能否把这个2个一击啊，我们也左拥右抱给他带回老家，最起码他是白来的啊，这个没有财力。我建议啊，干脆送到王洪祥的老家啊，把2个一击呢送去种地去啊，挖土豆去。这场比赛，王洪祥不断的在用各种单击啊，非常有质量的单击啊，去打击对手，效果很不错。还想摔，又一次，这种连续的这个带摔啊，虽然说呢比分上不会加太多啊，但是呢会打出非常好的气势啊，也能把对方的这种进攻的气焰啊给它消灭下去。后手拳的防守还是比较成功的。现在时间还不到，距离第3局比赛结果还有1分35秒，还有1分35秒。是蓝方倒地，红方得了1分。好，比赛还剩最后的1分钟了，看一下王洪祥还有没有机会。今天啊，我觉得日本那个马场身上付出在什么？他尽管想逼近对手，但是出拳太少，就是你的这个技术还没有发挥出来。他又从心理上有点惧怕王洪祥。再一点呢，你看他的不管他的前手拳包括后手拳，在今天比赛当中都没有施展。最后1分钟。那么这种输就是因为这时候刷对方的体能优势发挥出来，朱大许宁不给对方后扑拳的机会。好，没有错，本场比赛最终以一个漂亮的带摔结束了比赛啊！看下最终的比分判罚。这场比赛的话，王洪祥基本上是全场都是优势啊，在溜着对方去走。好，看一下最终的结果，恭喜王洪祥，咱们下期视频再见。